今天我们来聊聊前世今生的神秘现象，轮回转世到底是不是真的？许多人或许嗤之以鼻，觉得转世投胎只是传说或迷信，但是在世界各地却不断出现令人瞠目结舌的案例。有的孩子年仅几岁，竟声称自己有前世记忆，甚至找到前世的家人和线索，解开悬案。这些故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真是难以置信。今天我们就深入探讨其中最著名的几个案例，包括3岁男孩指认前世凶手的离奇经历，以及印度4岁女童找到前世丈夫和儿子的感人故事，还有中国海南转世人6岁寻亲的传奇。一连串事件引发科学家调查，连圣雄甘地都曾介入验证。我们将综合这些真实记录，看看轮回转世是不是确有其事。在开始故事前，不妨先想象一个情景，如果有一天，你3岁的孩子突然告诉你，我前世是被人用斧头砍死的，你会作何感想？大多数父母起初可能以为孩子在胡说，或者只是想象力丰富的游戏，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绝对会让人背脊发凉，彻底改观。故事发生在中东的戈兰高地，那里住着一个古老的族群——德鲁兹族。德鲁兹人素来相信轮回转世，他们认为有人天生带有的胎记可能和上一世的死因有关。然而，再怎么相信轮回，也没有人料到会遇上如此直接又震撼的证据。在一个德鲁兹族的小村里，一名男孩出生时，头颅上带着一道细长的红色胎记。男孩长到会说话之后，就开始对父母说奇怪的话。他坚称自己上一辈子是被斧头砍中头部而死。他总是重复描述那斧头挥下的场景，还捂着自己的头说，就是砍在这里，神情不像在玩耍。父母虽然相信轮回，但乍听之下还是难以相信，毕竟这只是个3岁稚童。然而男孩语气笃定，每次提起前世经历都详细一致，让父母开始将信将疑。难道这孩子真有前世记忆？德鲁兹族有个传统，如果孩子清楚记得自己前世的家乡，族人会带他去寻找。于是在男孩3岁那年，父母决定依照他描述的地名，带他前往他口中所说的前世的村子。一路上，大人原本半信半疑，但男孩进了那陌生村庄后，神情明显起了变化。他左顾右盼，仿佛对这里的一切都有印象，很快就说出了自己前世的名字。村民们听到孩子说出的名字后都愣住了，原来村里确实有个人叫那个名字，只不过在4年前失踪了。家人和邻居一直以为那人可能是跑到邻国去了，因为当地时常有人无故消失到其他地方，但始终没找到他的下落。当下，男孩指着村里一个中年男子，脱口而出喊道，这就是杀害他的凶手，还直接说出那名男子的全名。被指认的男子一听，脸色唰地变得苍白。在场村民一片哗然，一个3岁小孩怎会认识外村的大人，还直接点名他是杀人凶手。那名被指控的男子慌张地否认，强辩自己没杀过人。但是男孩相当笃定，他并不和凶手争辩，而是对众人说，我可以带你们去找我的尸骨。众人将信将疑，决定跟着这孩子去看个究竟。只见小小年纪的他在村子附近带路，走向一处空地，指着地面说，尸体埋在这下面。大人们动手挖掘，心跳越来越快。几分钟后，土里竟然露出人类的骨骸。当骸骨被完整挖出时，大家发现头盖骨上有一道明显的斧伤裂痕，位置正好对应男孩头上胎记所在。如此惊人的吻合，让所有在场的人倒抽一口凉气。男孩额头的长形红胎记，难道正是前世致命伤的痕迹？这时，男孩又在不远处指着另一个地方说，凶器埋在那里。人们赶紧再挖，果然从土中翻出了一把斑锈的斧头，正是当年行凶的武器。铁证如山摆在眼前，被指认的男子终于瘫坐在地上，招认了一切。原来他和那失踪男子有仇，4年前一怒之下用斧头将他杀害后埋尸灭迹。因为一直没有人怀疑是他下的手，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没想到冤死者竟然转世归来，亲自揭发了这桩命案。在场村民亲眼目睹这离奇的过程，一个个目瞪口呆，脊背发凉。即使对轮回转生深信不疑的德鲁兹族人，面对如此直接的转世证据，仍旧大为震撼。
一个3岁孩子居然帮自己的前世报了仇，这岂不是天方夜谭？但事实就发生在眼前，让人不得不信。这件事很快传开，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奇闻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这个案例并非捕风捉影的乡野传说，而有可信的见证者记录下来。一位名叫伊利拉什的医学博士，当时正在中东地区从事公共医疗工作，碰巧参与并目击了整个过程。拉什博士是一位西方人，并非德鲁兹族。他原本对轮回转世半信半疑，但这起事件让他大为震惊。多年后，他将见闻告诉德国研究转世现象的学者赫尔多，后者把男孩的故事收录在自己的著作中公开发表。由于有医生、学者的亲眼见证，这名3岁男孩指认前世凶手的事件更加无法用常理解释，只能让人怀疑或许轮回真的存在，否则该怎么解释一个孩子能精确说出埋骨和凶器的位置？这桩离奇的悬案至此告破，德鲁兹族村民无不感慨因果报应，丝毫不爽。而那个年幼的男孩在揭开前世命案后，也终于放下心结，继续过着他今生的童年。据说德鲁兹族非常尊重转世者，对这位小小侦探更是敬畏有加。经过这件事，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轮回的真实性。难道真的有人死后灵魂不灭，带着记忆投胎来寻仇雪冤？如果这都不算证据，那还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转世呢？接下来，我们把目光转向另一个更温情却同样令人震撼的故事。场景来到上世纪30年代的印度首都德里，有一位名叫香缇德维的女孩，在4岁时开始对父母说出一番匪夷所思的话。她说自己其实来自一个叫马图拉的城镇，在那里有她的丈夫和儿子。要知道，马图拉距离德里足有145公里，小女孩从未去过那里，更谈不上已婚生子。但香缇说的绘声绘影，一口咬定自己前世就是住在马图拉，嫁作人妇并育有一子，还提供了许多细节。最初，父母也以为她年纪小，天马行空地乱想。然而，从4岁到6岁，香缇反复讲述着同一个前世故事，情节越说越清楚。她说自己前世名叫卢格迪，生下孩子不久就去世了。她描述了生产时的剧痛和手术细节，甚至能说出一些医疗程序的专业内容，这令父母既困惑又不安。家里从没人和她提过这些事，一个小女孩怎会精准描述出自己不可能接触过的产科手术细节？他们开始怀疑女儿是不是有某种前世记忆，但对于理性的现代人来说，这实在难以接受。香缇的父母不知所措，试过咨询家庭医生，但也得不到解释。期间，香缇还曾央求父母带她去马图拉找丈夫，被拒绝后，甚至一度试图自己跑离家，想要回去前世的家。小小年纪却有这么强烈的执念，让家人非常担心。终于有一天，一位远房亲戚听闻此事，决定试探香缇说的是真是假。他请香缇提供她前世丈夫的名字。香缇张口用当地方言回答，说她丈夫叫潘迪克达尔纳特。这位亲戚惊讶之余，暗中写信到马图拉打听。没过多久，马图拉真的回信来了。当地却有一位商人名叫克达尔纳特，他的前妻名叫卢格迪，在生下儿子后因并发症去世，时间大致相符。而克达尔纳特如今仍在世，已经再婚。这封回信令香缇的父母又惊又疑，他们一直以为女儿在幻想，没想到她提及的人物竟真有其人。而且卢格迪这名字极为特殊，德里的人不可能随便知道马图拉乡间一个已故妇人的名字。带着将信将疑的心情，家人们决定安排香缇见一见这位前世丈夫。1935年的某天，克达尔纳特派了他的堂兄坎吉马前往德里探访。为了测试香缇，堂兄假扮成丈夫，本人登门，想看看香缇有何反应。没想到香缇一见到他，立刻蹙眉摇头，说他不是自己的丈夫，而是丈夫的堂兄。接着他竟叫出了这位堂兄的姓名和身份，还细述起当年在马图拉家中与堂兄一家相处的琐事。坎吉马听得目瞪口呆，几乎不敢相信这从未见过的小女孩把往事讲得丝丝入扣。他开始怀疑眼前的孩子真的是堂弟亡妻卢格迪转世。回去后，坎吉马立刻对克达尔纳特说，
你一定要亲自去见见这个女孩。于是同年年底，克达尔纳特本人带着他当时的儿子，也就是卢格迪的遗父子以及现任妻子，一同来到德里拜访香缇。这次再没有隐瞒，香缇一见到陌生的中年男子克达尔纳特，居然脸红害羞起来，神态举止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丈夫一般。她温柔地称呼对方为孝柏，当地对丈夫的昵称，言行之亲昵让在场大人看得面面相觑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香缇和克达尔纳特单独交谈时，提起了许多只有夫妻两人才知道的私密细节，例如某些婚后对话和承诺。克达尔纳特听完彻底震惊，这些都是他的亡妻卢格迪曾经对他说过的话，外人根本不可能得知。他再也无法怀疑，心中确信这个德里的小女孩正是自己心爱的妻子投胎转世而来。在德里的几天里，克达尔纳特一家观察香缇，发现她的言谈举止处处透着卢格迪的影子，不仅疼爱那位从前所生的儿子，对克达尔纳特现任妻子也相当尊重礼让，仿佛理解对方现在是丈夫的新伴侣。这种成熟体谅的态度实在不像一个9岁小女孩能够表现出的。几天后，克达尔纳特一家准备返回马图拉。临别时，香缇拉着前世丈夫的手，哭闹着要求一起走，想回到马图拉的家去。她今生的父母见状，自然不肯让女儿跟着别人走，当场拒绝了。但香缇锲而不舍，不停哭喊自己要回家，场面令人心酸而尴尬。香缇转世寻夫的消息不胫而走，迅速传遍印度，成为街谈巷议的奇闻，连圣雄甘地都被这件事惊动了。甘地先生对此非常感兴趣，决定亲自介入调查。他组织了一个由知名律师、议员、新闻记者等各界人士组成的调查小组，并说服香缇的父母同意让女孩随团前往马图拉故地一趟。在1936年，香缇在父母和调查委员会陪同下，踏上了她朝思暮想的马图拉寻根之旅。这是香缇出生后第一次离开德里，来到完全陌生的城市。然而到了马图拉，她的反应却令人瞠目。香缇一下车就开始用当地土语和周围迎接的人们打招呼，许多街坊邻里她都如数家珍，喊出对方的名字，就像真的回到故乡与老友重逢。她指出哪条街通往什么地方，哪座庙她从前常去拜拜，甚至描述出马图拉一些特有的建筑和地标位置，一一都被发现与实情相符。更神奇的是，当克达尔纳特带着香缇在马图拉街头走动时，他遇见一位长者，立刻上前行礼，唤对方爸爸。那老人正是克达尔纳特已故妻子卢格迪的父亲。老人本来对这件转世传闻半信半疑，见到香缇时也抱持观望态度，但香缇开口就讲出多年前只有父女俩才知道的往事，让这位历经丧女之痛的父亲当场老泪纵横，相信眼前的小女孩就是自己女儿在世。周围看热闹的邻里乡亲无不惊叹，真是不可思议，难道转世真有其事？经过几天的走访验证，调查委员会记录下香缇的种种神奇表现，最终在1936年发表正式报告。他们的结论是，香缇得为确实就是卢格迪转世，前世记忆的真实性无可否认。这份报告轰动了国内外，一时间成为科学与宗教界热议的事件。不过，委员会虽确认事实，却也表示无法对这现象提出科学解释，毕竟轮回转世超出了传统科学的理解范畴。香缇返回德里后，逐渐长大成人。她因自小深信自己前世已婚，有过家庭，所以今生再也没有嫁人，一辈子单身生活，想来也是情理之中。在她心里，克达尔纳特始终是她的丈夫，即便阴阳两隔，对方另娶，她也把对前世家庭的牵挂放在首位，今生便无意再结婚。香缇成年后，陆续接受了许多海内外学者、记者的采访调查，包括一些通灵者、宗教人士、心理学家，甚至医生、社会学家都对她进行过研究。她的事迹被写成书，拍成纪录片，成为研究轮回最著名的案例之一。随着岁月流逝，香缇发现自己的前世记忆在慢慢淡去。她晚年时说，过去的影像仿佛走马灯一样一闪而过，再不似童年时那样鲜明。对此，她反而松了一口气，坦言或许遗忘前世是一种幸运，
因为记得太清楚，反而让人无法安然过今生。香缇德维在1987年辞世，享年61岁，走完他带着前世记忆的一甲子人生。他临终前依然相信，死亡并非终点，而生命会以某种形式延续下去。香缇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，有人为她和前世丈夫无法再续前缘而唏嘘，亦有人佩服她对前世情感的忠贞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件事逼使许多怀疑论者重新审视轮回转世的可能性。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小女孩，没有精神疾病，也无从提前获悉那些他乡人物细节，她却展现了如此惊人的记忆与认知能力。如果不是灵魂转世，要如何解释？难道真有某种我们未知的心灵传输或附体现象？即便委员会报告也承认找不出自然的解释，连以理性著称的甘地都认定香缇是转世无疑。他曾公开表示，相信这个女孩是真正的前世再来人。香缇的案例至今仍被誉为史上最有说服力的转世证据之一。前面介绍的两个故事，一个发生在中东，一个在印度，接下来这个则发生在我们中国，证明类似的离奇现象并非遥远传说，在现代中国也有真实案例。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初，中国海南岛的一个小乡镇出现了一位据说拥有前世记忆的转世人，他的经历同样真实可查，引起全国轰动。这个男孩名叫唐江山，出生于海南省东方市一个叫布摩村的地方。1976年，唐江山来到世上时一度难产，但总算平安出生。童年时的唐江山和别的孩子有点不同，他性格内向沉静，不太爱跟小伙伴玩耍，总独自坐在角落发呆，好像心事重重。父母问他怎么了，他也只是说没事，只是喜欢一个人待着。父母起初没多想，以为孩子天生文静，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在唐江山3岁那年，有一天下着毛毛细雨，小家伙忽然冒出一句惊人的话：我的前世叫陈明道，我要去儋州找我的亲生父母。父母听了当场愣住，以为孩子在说梦话。哪个3岁小孩会突然讲出这种话？而且里面提到了陌生的人名和地名。陈明道是谁？儋州在上百公里外，他从没去过。大人觉得这简直是无稽之谈，一笑置之。然而唐江山接下来的表现让他们再也笑不出来。自从那次开口以后，唐江山不时会对父母讲起前世的种种细节。他认真地说，自己前一世就叫陈明道，爸爸叫陈赞英，家在儋州市赶城镇的黄峪村，还提到家里的屋舍布局、村子周围的景象等。哪些讯息一开始零零碎碎，随着时间推移越说越具体，父母每次听了都惊疑不定。他们从未去过那个偏远村落，更无亲戚在儋州，小孩哪里接触到这些资讯？会不会是电视或故事书影响？但那年代资讯闭塞，乡村3岁儿童不可能看到关于儋州村落的描述。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，唐江山说话的口吻不像在编故事，而像在怀念自己真的经历过的一切。他甚至表露出与年龄不符的成熟，好几次感慨自己想念另一对父母，让眼前的亲生父母既伤心又害怕。唐江山的父母开始担心，孩子是不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附体了，或者出了精神问题。他们不敢声张，在村里请教过一些老人，但谁也拿不定主意。有人劝他们带孩子去庙里拜拜，可夫妻俩一来没发现孩子有任何身体异常，二来唐江山除了讲前世之事外，日常生活都很正常，这让他们更迷惑。孩子既不是中邪发疯，也不是胡编乱造，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万般无奈之下，他们只好姑且不理，期望孩子长大一点就会忘记这些奇怪的幻想。转眼唐江山到了6岁该上学的年纪，他对前世的念念不忘却丝毫没有减退，平日时常提起我还有另一个家，让父母苦恼不已。终于夫妻俩商量后决定，与其长期受折磨，不如趁开学前带孩子去趟儋州黄峪村，亲眼确认一下，看能否了结这桩疑团。或许到了当地，发现一切都对不上号，孩子自然就不再执着了。于是1982年左右，唐江山的父母带着6岁的他启程前往100里之外的儋州黄峪村。一路上，大人心情忐忑，而唐江山则出奇的安静。他坐在车上，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，仿佛对沿途风景很熟悉。
当快到达目的地时，父亲正想找人问路，没想到唐江山突然拉住父亲，自信地说：“我认识路，跟我走。”他在一个岔路口坚定地指向其中一条偏僻小路，往这条走就到我的家了。父亲半信半疑，但还是照着儿子的指引走。一路上，唐江山不断告诉父母接下来会经过什么，例如前面有座小桥，过桥再转弯就到了，每一处都和实际情况相符。父母越走越心惊，他们从没来过这里，而儿子却像熟门熟路一样领路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真无法相信这是6岁孩子能做到的事。进入黄峪村后，更让人寒毛直竖的事情发生了。唐江山走在乡间小道上，遇到路边的村民经过，他脱口就叫出对方的名字，还热情地打招呼，宛如久别重逢的邻居。一些被叫到名字的村民一脸错愕，其中有上了年纪的老人更是惊讶地问：“这谁家的娃娃怎知道我的小名？”而唐江山见到某些人时，会高兴地说：“你是某某叔叔。”看到某些地方则说：“那里以前怎样怎样。”每一件都对得上，使父母既震惊又感到一丝毛骨悚然。儿子描述的以前，难道就是他前世所经历的生活吗？即使是一对最疼爱他的亲生父母，此刻也忍不住冒出一个念头：眼前牵着手的孩子，难道不真的是他们的儿子，而是别人的孩子投胎来的？正当他们百感交集时，唐江山忽然停下脚步，盯着前方田地里一位正在挥汗耕作的农夫。只见孩子全身颤抖，眼睛发亮，突然大喊一声：“三爹！”说完便飞奔向那农夫。那中年农民听到称呼也是一震，抬起头来张望，口中喃喃：“三爹死。”这称呼只有我那明明才这样叫。话未说完，唐江山已经扑到他怀里，紧紧抱住对方，哽咽道：“三爹，我是明道啊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”农夫惊愕地打量着素未谋面的孩子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孩子口中的三爹其实是当地一种亲昵称呼，相当于三爸爸或者三叔。原来眼前这个农夫正是陈赞英，陈明道，当地小名明明的生父。陈赞英6年前痛失爱子，此刻乍听那逝去儿子的声音叫自己三爹，又见孩子长相与陈家颇有几分相似，一股难以名状的情感涌上心头。他颤声说：“明明，你真的是我的道明吗？”一旁唐江山的父母连忙上前寒暄，说明来意。当陈赞英听说这孩子自称是自己儿子转世时，也是又惊又喜，半信半疑。他沉默片刻，长叹一声道：“不瞒你们说，6年前我确实有个儿子叫陈明道，可惜他因打架受伤，不治身亡了。”唐江山父母听到这里，脑中嗡的一声，孩子之前说的每一句话都得到了印证。唐父激动地想起儿子身上的胎记，立刻拉起唐江山的衣服，指着他背上一块疤痕状的胎记，问陈赞英：“您儿子当年伤在哪里？是不是这个位置？”陈赞英仔细一看，大吃一惊，连连点头：“他是去。儿子明道当年就是在这个部位遭受重击致命。如今唐江山身上竟有同样位置的胎记，难道真是前世伤痕带到今生？”陈赞英一把拉过唐江山，老泪纵横地喊着儿子的名字。村里闻讯赶来的邻居也议论纷纷，有人小声质疑：“这孩子该不会是闹鬼附身吧？”但立刻有村民反驳：“如果是骗局，他们为啥来我们这穷村子？骗又骗不到钱。再说孩子连方言都讲得这么溜，不是转世还能是什么？”还有陈家的亲戚看到孩子模样和已故明道有几分神似，也开始动摇。正当众人七嘴八舌时，人群中走出一位中年女子，目不转睛地望着唐江山。孩子一见到她，脱口叫道：“谢树香！”原来这女子正是陈明道生前的未婚妻谢树香。当年陈明道不幸早逝，两人的婚事没能成，但谢树香一直没有忘记爱人。如今一个素不相识的孩子竟当众喊出他的名字，令他又惊又悲。唐江山认出他后，跑上前红着眼睛说：“你是树香姐，我是明道，对不起，让你伤心了。”谢树香闻言再也忍不住泪水，一把将孩子抱住，失声痛哭。围观的村民这下全安静了。这短短几分钟内发生的种种，实在超出巧合能解释的范围，大家无不感慨万千。
有的人相信唐江山的确就是明道转世，也有人仍感到不可思议。但不管怎样，眼前这团聚的一幕让人动容。对唐江山的亲生父母而言，心情更是复杂。他们远道而来，本想证明孩子的幻想是错的，好让他回归正常生活，哪知眼前的一切印证了儿子所言非虚，自己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竟真是别人家逝去的儿子。这对任何父母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打击。他们一方面为谜团解开而震撼，另一方面又不愿面对这残酷的事实。在场的陈赞英看出了唐家夫妇的为难和难过，于是主动提出一个折中办法。孩子既然已在唐家养育到6岁，今生就是唐家的儿子，此点不变。等他长大成人后，双方家庭共同分享他的孝养，也就是唐江山可以两边跑，同时照顾生养父母和前世的父母。唐家夫妇听了这话，心中稍感宽慰，毕竟唐江山从肉体上讲还是他们的孩子，如今只是多了一层身份。最后双方达成默契，不强行改变孩子现有的生活，由唐家继续抚养，但也允许他与陈家来往探视。就这样，当天唐江山随父母依依不舍地离开黄玉村返家，但他终于了却一桩夙愿，找回了前世至亲，内心变得开朗许多。时间飞逝，唐江山在父母的守护下长大成人，他没有忘记儋州的陈家亲人，特别是陈赞英老爷爷，他视如亲父般敬重，经常抽空赶去黄玉村帮忙做农活，照料老人。一直到1998年陈赞英去世，唐江山才逐渐与前世家庭少了联系。唐江山本人才是真正经历了2段人生的人，童年时清晰记得前世，成年后他坦然接受了这段特殊经历，同时也正常的生活在今生中。这样的心路历程可谓非常人能想象。有趣的是，唐江山的离奇故事在地方上流传多年，但直到2000年左右才被媒体大筛聚光灯照亮。2002年，当地报纸第一次报道了海南再生人的新闻，引发社会高度关注，各地记者纷纷前来采访，唐江山成了一时名人。当时27岁的他面对镜头，平静地讲述儿时觉醒前世记忆，6岁寻亲的经过。新闻一出，全国舆论哗然，因为在很多中国人的观念里，投胎转世只存在于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中。没想到现实生活中竟冒出这样一个实证案例，一时间支持与怀疑的声音此起彼伏。有人断言这不过是封建迷信，认为孩子可能是被大人教唆编造的骗局，也有人分享自己家乡也有过类似转世记忆的传闻。更多的网友则理性分析，试图找出破绽。然而由于事情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，当年没有录影、DNA 等高科技手段记录，只能靠当事人的口述和亲历者证言。许多质疑者提出，会不会唐江山父母原本就和陈家认识，串通好上演一场戏？但深入调查并没有发现两家过去有任何交集。何况如果要骗，为何偏偏挑一户并不富裕的人家做？前世父母又怎能保证一个3岁孩童演技如此逼真，长达数年不露馅？种种疑点让阴谋论难以成立。而支持转世说的人则相信，唐江山的记忆与表现远非巧合可解释，科学无法说明的事情未必不存在。时至今日，唐江山的转世寻亲案仍没有一个令所有人信服的解释，但它留给我们的是深深的思考。这个中国现代社会中的真实故事，证明了前世今生的传说并非古老神话。在物质主义盛行的年代，也会出现让人无法以科学定论的转世现象。或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，人死后的意识真的能延续到下一次生命中，只是大多数人在投胎时忘记喝了孟婆汤，所以不记得前尘往事。但偶尔像唐江山这样的再生人，似乎是没喝汤就转世，于是带着前世的记忆重返人间。我们作为旁观者可以选择怀疑，但也不得不承认，一个6岁孩童凭借记忆找到百里外素未谋面的父母，还精确匹配大量细节，这实在超越了巧合的范畴。古人云，百闻不如一见，很多海南当地亲眼见证的人，到现在都无法忘记当时的震撼场景。面对上述这些活生生的案例，也许有人会说，这些是不是巧合，或者是提前打听好了编故事？
每个案例单独看，或许可以硬拗出某种解释，但当全世界累积了上千起类似报告，而且异曲同工，细节高度吻合时，否认者也不得不认真起来。其实早在20世纪中期，就有严谨的学者开始系统研究转世现象，希望用科学方法探究这个未解之谜。其中最著名的先驱是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精神科医师伊恩·史蒂文森博士。史蒂文森从1960年代起展开全球调查，专门搜集那些记得前世的儿童案例。他走访了印度、斯里兰卡、黎巴嫩、土耳其、缅甸以及包括欧美在内的许多地区，累积资料超过2500个案例。史蒂文森博士对每个个案都进行详细的记录、核实与分析，力图找出共通点，并排除造假或其他解释的可能。多年研究下来，他发现了一些令人惊异的规律。首先，绝大多数有前世记忆的案例主角都是幼童，通常在2岁左右开始表达前世的片段记忆，最晚到7、8岁便渐渐忘却。这也吻合我们前面故事中看到的情况，孩子们都是在学龄前冒出前世回忆，随年龄增长而消退。比如香缇在长大后记忆模糊，唐江山成年后虽然还记得，但已不似儿时那样鲜活。为什么是幼童容易记起前世？有观点认为，孩子心灵纯真，刚转世不久，灵魂记忆残留未散，所以偶尔能说出前世经历，但随着今生经历增多，前世记忆就被覆盖了。其次，这些孩子前世的大多数人都在年轻时突然死亡，常是意外或他杀，自然寿终正寝的比例较低。换言之，暴亡或非正常死亡似乎是触发轮回记忆的重要因素。在史蒂文森搜集的案例中，约70%前世是意外事故、战争或谋杀致死，这点与我们介绍的案例完全吻合。戈兰高地的男孩前世被杀害，香缇的前世难产去世，唐江山的前世年轻因伤亡故。许多研究者推测，剧烈的死亡经历可能使意识受到强烈刺激，导致灵魂带着未了的执念，迅速寻找下一个载体，甚至将前一世强烈的记忆片段一并带入新生命。那些平静无疾而终的人，灵魂也许更容易安然长眠，转世时就不再执着于往事。第三，也是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一点，不少转世儿童身上带有特殊的胎记或生理缺陷，和前世致命伤完美对应。这方面史蒂文森博士琢磨甚多，他撰写了一部专著《轮回与生物学》，收录200多例儿童的胎记或身体特征与前世伤口相符的案例。有的孩子前世是被枪击身亡，今生出生时身上就有弹孔大小的圆形胎记；有的前世断指，今生刚好缺同样的手指；还有的如前文土耳其4岁男孩，前世右耳中弹死亡，他今生右耳天生畸形残缺。这些无法用遗传解释的身体痕迹，仿佛是灵魂转世时携带的伤痕烙印。我们故事里也看到了几个例子，戈兰男孩的胎记对应头部斧伤，唐江山背上的胎记正是陈明道致命伤的位置。当唐父掀开儿子衣服确认胎记的那一刻，不斥为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之一。试想，父母的基因决定了孩子的身体，可胎记形状位置何其偶然，若刚好吻合前世窗口，那除了转世又能如何解释？第四，这些拥有前世记忆的孩子往往还表现出一些异常的习性或恐惧，恰好和前世经历相关。举例来说，有孩子前世溺水而亡，他今生就莫名对深水极度恐惧。前世被枪杀的孩子可能一听到爆竹声就惊恐万分。又如有的女童前世是人妻母亲，转生后还会像大人般照顾弟弟妹妹，表现出超龄的成熟。香缇小年纪谈吐举止像个贤淑妻子，就是典型例子。唐江山幼时性格孤僻不合群，也许和他前世记忆里曾经是个年长青年有不同心境有关。这些微妙的心理行为特征，传统科学难以解释，但用轮回理论来看就很合理。一个灵魂带着上辈子的习气投胎，自然会影响新生命的性格。正因为上述种种发现，史蒂文森博士在研究末期也坦言，虽然作为科学家，他起初对轮回存疑，但数千份案例调查让他倾向相信轮回转世是值得认真对待的现象。他在著作中谨慎地使用暗示轮回的案例，这样的措辞
因为在学术上完全证实轮回仍需更多证据，但他指出这些孩子提供的信息往往无法用正常途径获得，排除了作弊、巧合等解释后，前世记忆成了最合逻辑的推论。史蒂文森的工作在当时引起不小争议，有人赞赏他勇气可嘉、资料详实，也有人批评这是伪科学。然而，他的研究至少向世界证明了轮回转世并非毫无根据的迷信，其中包含大量可观察、可验证的事实。他呼吁科学界以开放态度深入探索人类意识的奥秘，而不是轻率否定。史蒂文森之后，他的同事接班人吉姆·塔克博士在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延续这项研究至今。塔克博士甚至调查了一些发生在西方国家的转世案例，证明在不信轮回的文化中，偶尔也有小孩表现前世记忆。近年最轰动的一例是美国一个名叫詹姆斯的小男孩，2岁起梦中惊叫，说自己是被击落的飞机飞行员。起初父母不信，但他讲出了很多二战时代飞机和军舰的名称细节，例如他说自己驾驶的战机从航空母舰纳托马号起飞，被日军击落在日本海，战友名字叫杰克等等。后来他父母查证军史，居然真的找到一位二战阵亡的飞行员，其生平经历与孩子描述完全吻合。詹姆斯小年纪怎会知道这些冷僻史实？此事经媒体报道，引发广泛讨论。塔克博士参与调查后，也将其列为转世研究的有力案例之一。这再次说明，轮回并非只出现在亚洲宗教社会，即使在不讲轮回的美国，也有孩子记得前世，而且事后证实情报精确可信。综合全球的研究和案例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：轮回转世的现象有相当多真实案例支撑。目前尚未有传统科学理论能充分解释这些现象，因此值得严肃对待并进一步研究。当然，值得研究不代表已经完全证实。科学强调可重复实验和机制原理，但转世事件往往不可控，难以预测。要让一个灵魂重新投胎然后验证，这在人力上几乎不可能。尽管如此，越来越多主流科学家愿意以开放心态研究意识和生命本质问题。例如，有的从量子物理角度猜想，意识可能是一种量子资讯，可以在宇宙中传递；也有人从濒死经验、催眠回溯等领域着手，试图找到意识离体和再附体的证据。这一切努力的背后，其实都是人类对死后究竟如何这终极问题的探索。讲完这些奇特的案例和研究，你也许还在消化那些孩子的离奇故事。的确，轮回转世听起来玄妙难测，一时半会儿很难彻底相信或理解。到目前为止，轮回仍然是一个谜。即使有那么多案例，反对的人依然可以说，或许是孩子碰巧听过，梦到相关资讯，或许是父母潜意识暗示，甚至有人干脆怀疑一切是捏造。但支持的人则会反问，那么多3、4岁的幼童，来自不同国家文化，描述的前世经历却与现实人物相符，连死因伤痕都对上号。如果这都能说是巧合或骗局，那未免牵强。特别像香缇德维这样经过官方委员会验证，唐江山这种无明显造假动机的事件，实在难以用简单的迷信2字扫地已尽。或许我们换个角度，不把它当超自然，而是作为自然现象的一部分来看待，只不过这部分自然规律尚未被现代科学理解。例如几百年前，人们不知道电磁波的存在，会把无线电通讯看成不可思议的魔法，但科学一旦发展到能探测那些波段，魔法就变成了技术。同样的，轮回转世也许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生命科学现象，需要我们未来发展出新的理论和工具才能解释。当然，在此之前，我们也应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，盲目迷信和过度解读。就像海南唐江山的新闻出来后，有人一窝蜂把古代传说、鬼神故事都拿来附会，其实这无助于找出真相。我们需要的是保持开放但理性的态度，既不武断否认所有转世案例，也不神话渲染，把每个细节都往神秘上靠。正确的做法是深入调查，认真分析，看看能否在科学与灵性之间架起一道桥梁。轮回的可能性给我们带来许多哲学层面的思考。如果人真的有灵魂多次投胎，那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
不同生命之间又有什么联系？很多宗教早有相关论述，例如佛教相信业力循环，种善因得善果，种恶因则恶报，因果可能延续多世。这些转世儿童的故事似乎也印证了一些因果观念，譬如戈兰高地那男孩的案例，就像极了一场冤冤相报的剧本，前世被杀，今生来讨命。再如土耳其那位4岁男孩塞米赫的故事，他前世名叫塞林姆，被邻居开枪射杀，转世后记忆犹新，还去找前世妻子和子女相认，对杀他的人怀恨在心。小小年纪的他一见到仇人就丢石头出气，扬言长大要报仇，直到史蒂文森博士的助手苦劝他，如果你报复，仇家死后也可能再转世来找你报仇，那仇恨何时才能了？男孩听后恍然大悟，最终放下了怨念。这段故事十分发人深省，如果轮回为真，那善恶因果或许真的以某种方式延续。有人选择了报恩或报仇的道路，也有人选择在新生中放下冤冤相报的包袱，这或许正是轮回给人的考验与启迪。另一方面，像香缇德维那样的故事，带给我们对爱与执着的全新感受。她对前世丈夫跨越生死的不渝之情，使人动容，却也让人唏嘘。人生如果背负太多前世的记忆和感情，今生能活得幸福吗？香缇年幼时其实相当痛苦，她无法全心投入新的生活，因为总觉得自己有另一个家，这对她的现实父母也是伤害。所以调查委员会成员才会感叹，能够遗忘前世，其实才是幸运。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记得前世，也许正是老天的仁慈，让我们得以放下过去，重新开始。如果人人都记得前世种种，恐怕人间要乱套了。试想，有的人前世是仇人，今生见面是否大打出手，或者前世有巨富，今生却投胎穷苦，心里如何平衡？因此遗忘就像是灵魂重启时的保护机制，让我们在每一世都能专注当下的人生课题。无论如何，轮回转世作为一种古老信仰，如今因为这些真实案例而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。它提醒我们，人类对生命奥秘的了解依然非常有限。过去我们以为脑死亡就是意识的终结，但这些孩子的言行似乎在说，意识可能不止于大脑，它或许是一种独立存在，可以穿越生死。如果将来有一天，科学证实了灵魂不灭，生命可以延续，那将对整个文明的价值观带来巨大冲击。我们对待彼此、对待环境的态度，或许都会因此改变，因为下一次生命，你可能成为他人，他人也可能成为你。当然，目前我们还没有最终答案，也许多年后再回顾，这些案例将成为科学史上的重要线索，就像最初几颗陨石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认知，又或者有人找到其他解释，推翻了转世假说。但是在真相大白之前，不妨保有一份好奇与敬畏。对许多人而言，轮回的可能性带来的是希望，希望死亡不是永别，而是下一次相逢的开始。正如唐江山与陈赞英父子的重聚，尽管令人感慨造化弄人，但也给了老父亲慰藉，让年幼孩子多了一份人生连结，这何尝不是一种圆满？说到这里，我们并没有确切的回答轮回转世是真的吗？这个问题，因为它或许本就无法用简单的是或否来回答，但透过这些曲折离奇又真实发生的故事，我们能够确定的是，人生有许多未知远超我们的想象，保持探索精神和谦卑之心，也许才是面对神秘现象最好的态度。未来，科学的大门终将打开更多，我们或许会找到解释轮回的钥匙，届时再回想今天这些故事，答案也许早已隐藏在孩子纯真的言语中了。总之，轮回转世目前仍是未解之谜，但那些孩子们带来的讯息穿越时间与生死，撼动了许多人的心。或许有一天，你也会遇到一位似曾相识的故人，他拥有前世的记忆，来到你面前，到那时，你会相信吗？还是说，只有真正面对了，我们才能明白，原来生死之间的界限，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绝对。轮回转世是幻觉还是真相？留待时间和更多证据去揭晓吧。让我们带着这份好奇，继续关注人类前世今生的奥秘旅程，相信未来的某一天，我们终将揭开这道千古谜题的面纱。